大家好，我是 Jack， 欢迎来到瘦子就走。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西部的自驾游攻略。西加拿大一般指的是加拿大西部的阿尔伯塔省，简称为阿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简称为 BC 省。两省的交界处是北美最大的山系落基山脉。落基山脉雄浑壮美，在加拿大一侧有包括班夫国家公园、加斯伯国家公园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公园，在美国一侧有著名的黄石国家公园，可以说是北美旅游打卡的必去之所。那我们这次准备花2周左右的时间，自驾绕着两省走一圈，全部行程在3000公里左右。出游时间我们依旧选择是在加拿大最适合出行的7月底8月初。那么住宿的方式呢，我们依旧选择是露营和宾馆相结合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吧。See you on the road。第一天我们飞到卡尔加里，出了机场就遇到了租车公司的地接，把我们接到了租车公司。我们租的是Economy的车，这是一家大的连锁租车公司。因为我们当时的车险也 cover 这个租的车，所以就没有单独购买车险。手续很快就办完了，我们拿到了一辆小的起亚车。那车有点小，我们本来以为是一个稍大一点，但好在这个车是个 hatchback， 那行李刚刚可以放得下。但车小也有好处，就算小一点的车位也可以轻松的停进去。拿到车呢，我们就在卡尔加里随便转了转，买了点必备品。卡尔加里给人的感觉是人好少，这是夏天，路上都没有多少车，整个城市空荡荡的。晚上我们就住在了卡尔加里。第二天我们出发前往卡尔加里东边的小镇 Drumheller， 这段路程有100多公里，路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农场，大路笔直，连个转弯都没有。很快就视觉疲劳了，觉得很累，还不停的有虫子撞到挡风玻璃上，所以还要不时的刷玻璃，真是狂野的西部啊。中午的时候我们到了 Drumheller， 这里是典型的 Badlands 地貌，汉语好像叫恶地，这是沉积岩被高度腐蚀后形成的植被荒凉的干燥地貌，在美国的西部片里经常看到，但在加拿大不是特别常见。Drumheller 又被称为恐龙谷，地标也是一个巨大的恐龙，这里出土了很多恐龙的化石。就在2020年的时候，还有一个12岁的孩子发现了鸭嘴龙的化石。我们来到了收藏丰富的 Royal Tyrrell Museum， 翻译成汉语就是皇家泰瑞尔博物馆。这里有各种龙的化石，包括了霸王龙、圆顶龙、甲龙等等。喜欢恐龙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啊！ Drumheller 小镇的风格独树一帜，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多玩几天啊。离开恐龙谷我们就一路往北，又是横平竖直、虫子撞玻璃的道路啊。我们的车快没油了，好不容易在小镇 Red Deer 附近找到一个加油站加了油。过了 Red Deer 我们就一路往西，朝着落基山脉进发。路上的小镇都很有特点，跟我们上一期讲到的东部的小镇风格完全不一样。傍晚我们来到 Rocky Mountain House 小镇附近的 Riverview 营地，这儿还有最后一个空位，真是侥幸啊。西边的营地总体比东边紧张，大家最好提前预定啊。营地旁边就是北 Saskatchewan 河，河里还有人在玩 kayak。天色有点阴沉，云压得很低。第3天我们正式进入落基山脉，这条路基本沿着北 Saskatchewan 河的河谷。我们来到一处河流变宽的地方，这里的河水已经带上了冰川的湖蓝色，很美。再往前我们就来到一个叫 Saskatchewan River Crossing 的地点，这儿是班夫和加斯伯国家公园的中间，这里有一个加油站，油价比别墅要贵好多。但想提醒大家一下，这是 Jasper 附近唯一的一个加油站。在我们前2期的自驾游攻略里都没有过多提及加油的事儿，因为沿途都有加油站，但这儿不一样了，大家可能随时需要留意油箱，最好是遇到加油站就把油加满。从这里向北就进入 Jasper 国家公园，我们来到一个叫 White Goat 的地方，汉语就是白山羊，这个名字还真不是乱起的，真有很多白色的山羊啊。我们继续往北，天色突然黑了下来，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路旁的溪流顿时汹涌起来，场面颇为震撼。来的时候就听租车公司的地接说过，阿省已经干旱了一个夏天了，大家都在盼着这场雨，这次也算天降甘霖了。我们开到 Jasper 小镇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天也快黑了。我们在小镇上转了一会儿，吃完饭就来到一个 Overflow 的营地。这个营地可谓简单之极啊，没有管理员，缴费全靠自觉，厕所也只有 pit toilet， 还好不是 latrine。第4天一早我们就前往 Moline Lake， 中文是马宁湖。途中我们经过了一个叫 Medicine Lake 的湖，中文是药湖。我们在这儿停留了一会儿，湖边的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难道湖里真的有什么药？离开药湖我们就继续向马宁湖前进。开了一会儿发现前面的车队减速了，后来甚至停下来了。这时候才发现在路的右侧的山头上有一头黑熊，大家都停车看熊了，有人还打开天窗从里面钻出来看熊。我们的车当时没有天窗，而且隔得还挺远的，我就干脆打开车门下车来看，
没想到我才刚下车，就听见后面有人尖叫了一声，吓得我赶紧又回到车里。这才发现路的左侧的树林里也有一条黑熊，而且隔得还挺近的。还好熊正在专心吃东西，根本就没空搭理我。这时突然觉得天窗真是个好东西。我们很快就来到了马林湖，湖面很宽阔。我们租了个卡亚克玩了一会儿，湖中间还有人在船钓。离开马林湖，我们就向南进发。中午我们来到了阿特巴斯克瀑布，瀑布坐落在加斯珀公园最大的水系阿特巴斯克河上，落差虽然只有23米，但水量巨大。河水从上方坚硬的石英岩上滚落，重重地砸在下方松软的石灰岩上，形成了复杂的水下地形。这儿还可以近距离地观察瀑布。玩了一会儿，我们就继续往南，到达另一个叫 Sunwapta Falls 的瀑布。这里是8000年前冰川退去的时候形成的一个 Hanging Valley， 汉语应该叫做悬空湖。在这里，上方较小的恰巴水系注入了下方较大的阿特巴斯克水系，汹涌的水流绕过中心的小岛倾泻而下，奇美无比。这儿也是加斯珀国家公园的地标景点之一。晚上我们来到哥伦比亚冰原附近的一个营地，这个营地的名字也叫 Columbia Ice Field。这是一个帐篷的营地，可能因为山太陡，房车上不来吧。山下也有个房车的营地，营地的对面就是著名的哥伦比亚冰原。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营地可以生火，因为当时的森林大火，阿省和 BC 省都宣布了 Fire Ban， 也就是那个禁火令。本来以为这次旅行和篝火彻底无缘了，这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意外。但我们立刻又犯愁了，这个营地没有管理员，在自觉缴费之后就可以取你那个 firewood， 也就是那个柴火。但是和加拿大东部各省不一样的是，这儿的柴是没有批的，全都是那种用电锯锯开的原木块，根本就不能直接烧啊。每个营地上还配了一个砍柴的木墩子，这让我们有点哭笑不得，因为我没有带斧头。正在犯难的时候，看见旁边营地的一个本地的大汉，正抡着一把巨大无比的斧头在那劈柴。我要上去跟他借这个斧头，但看这哥们面无表情，我也不确定他能不能借给我。没想到这哥们虽然话不多，但是人却非常爽快，不但把斧头借给了我，他还怕我不会劈，又给我演示了一遍，最后还给了我几个火影子。话说这个地方太冷，火果然不容易升起来，最后这几个火影子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火总算是升起来了。但不愧是冰川脚下的营地，这绝对是我住过的最冷的营地，没有之一啊！幸亏我们当时买了厚袜子，这样式儿的，才勉强坚持了一晚上。第5天一早，我们直接前往哥伦比亚冰原。到游客中心 check in 之后，先乘坐 bus， 然后又换坐冰川 bus 前往冰原。坐上冰川 bus， 很快我就后悔了，因为这个实在太陡了。So this hill is rated at a 32% grade.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for every 100 meters across you travel, you go down 32 meters. 导游操着一口极为浓重的英音，他说的翻译成汉语就是山的坡度达到了 32%， 你如果向前100米，就会下降32米。如果按他说的来计算，那么坡度已经达到了将近19度，真的很陡，有的地方简直都不敢往下看。在2020年的时候，这里真的出了一次事故，冰川车翻落到了山下，造成了32死伤，想想都有点后怕。大家玩这个的话，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风险啊！来到冰原上，瞬间就被冰川的壮美所感动。在我们的眼前，是形成于大冰河时期的古老的冰川，这里同时也是北美洲的水文最高点。这里的水向北流入北冰洋，向东流入大西洋，向西向南流入太平洋，所以也被称为河流之母。据说这里的冰川每年都在消减，突然有一种逝去的伤感。融化的冰水流了下来，形成了巨大的冰川湖，湖的水位每年都在上升，据说在将来游客中心都会被淹没啊。参观完冰川，又坐 bus 来到了 Columbia Ice Field Skywalk， 这是一个建于2014年的悬空步道，站在步道上俯仰天地，真的有点震撼。还有人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三叶虫的化石，附近还有个 Tangle Creek Falls 的瀑布可以看看，过马路就到了。离开哥伦比亚冰原，我们就继续往南，不时的停留来欣赏一处又一处的美景。下午我们颇有不舍地离开了加斯珀国家公园，向南进入 Banff 国家公园。一路上有好几个湖，有 Paton Lake、Bow Lake， 最后我们来到 Lake Louise， 这里已经是公园的中心地带了，游客很多。离开 Lake Louise， 我们就来到一个叫 Castle Mountain 的交通方便的营地，为第2天前往梦莲湖做好准备。第
第6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前往传说中的梦莲湖，英文是 Marine Lake。因为梦莲湖参观的人多，停车场小，所以有交通管制。如果不想等太长时间的话，就得很早过去。我们在暗夜中开了一段曲折的山路，终于来到了梦莲湖。这时候天刚蒙蒙亮，梦莲湖像一位睡眼惺忪的少女，湖水幽蓝，简直美到窒息。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幅完美的风景。太阳从山后探出头来，我们开始挑战梦莲湖边的一条登山步道。这条步道呈 Z 字形，步道上有山脊，登顶后还看见了路。我们下山的时候还碰到刚上山的人，询问我们山上的情况。我告诉他有 deer， 没想到这哥们脸色一下就变了，可能他听成了 bear。他又问了一遍 deer or bear， 在确认了是鹿而不是熊的时候，他才安心上山了。我在想，我可能还不是最胆小的。离开梦莲湖，我们就前往班夫国家公园最著名的景点 Banff Gondola。这架观光缆车带我们来到海拔2200多米高的硫磺山的山顶。站在这里，顿时觉得心旷神怡。放眼远眺，落基山脉的美景尽收眼底，近处的山路，远远的山谷，简直就是一幅水墨风景画，而整个天地就是画布。观景台上还有一只 chipmunk。我在想，这么高它是怎么上来的？坐缆车买票了吗？从山顶下来，我们又去泡了温泉。这个温泉很不错，据说是纯天然泉水，价格合理，强烈推荐。这儿的硫磺味好像没有日本的草金温泉那么浓，但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泡完温泉又到附近的河边玩了会儿，这儿的水也挺大的。晚上我们前往附近一个叫 Two Jack 的营地，途经一片沼泽地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大群 moose， 也就是北美驯鹿。在上一期我们介绍天空步道的时候也提到了驯鹿，当时我们走了7公里多的步道都没有看到驯鹿，这次在路边就看到了，看来还是西部比较野性啊。还有就是时间，动物们一般喜欢早晚出来活动，中午就会躲起来啊。第7天一早我们就前往营地附近的 Minnewanka 湖参加一个 cruise， 导游告诉我们，在印第安语里 Minnewanka 是精神的意思。关于这个名字有个古老的印第安传说，说的是湖里有水怪，所以印第安人对这个湖泊心存敬畏，早期欧洲人也管这里叫恶魔湖。关于具体是什么水怪有好几个版本，有的说是一条和湖一样大的鱼，有的说是一条半人鱼。湖边还有野生的山羊，不知道在吃什么东西。参观完美了汪卡湖，我们就要离开班夫国家公园，真有点舍不得走啊。我们向西进入 Kootenay 国家公园，没开多远就发现前面燃着森林大火，很多景点都关闭了，还有直升机在空中灭火。再往前开就进入火场了，我们被迫掉头。我们回到 Banff， 向北开了一段，再向西进入优后国家公园。我们也正式进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我们首先来到了一个 confluent， 也就是2条河流的交汇处。在这里我们进山，前往一个叫 Takaka Falls 的瀑布，这条路挺不好走的，还有一段是双车道公用的。Takaka 瀑布是加拿大第2高的瀑布，落差达到了373米，远超我们前几期介绍的几个瀑布啊。这里的天空也被森林大火染成了黄褐色。离开了瀑布，我们就前往下一个景点 Emerald Lake， 翻译成汉语就是翡翠湖。这里的湖水还真像一块巨大的翡翠，湖边的 Avalanche 真也很漂亮。晚上我们就住在了附近的营地。第8天我们离开优后国家公园，向西进入冰川国家公园。通过一条长长的隧道后，我们来到一个叫 Rogers Pass 的国家历史遗迹。187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入加拿大联邦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求修一条贯穿西部的大铁路，也就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整个铁路要横穿落基山脉，而这里正是当年施工技术难度最大的地方。这段路的竣工也标志着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正式落成和加拿大 C2C 的梦想的实现。离开了 Rogers Pass， 我们又先后来到了乱石林立的 Rock Garden Trail 和有着巨大雪层的 Hemlock Grove Broadwalk。这一天的阳光不错，在这里我们似乎已经可以感受到太平洋内熟悉而温暖的气场了。我们离开冰川国家公园，就向南进入 Mount Revelstoke 国家公园。我们想去一个叫 Meadows in the Sky 的景点，翻译成汉语就是天空大草地。车都快开到山脚下了，导航居然提示我还有将近40分钟。我当时以为导航出问题了，结果开进去才发现这里全是 Z 字形的上山路，跟立体停车场似的。果然是开了半个多小时才上来。
最后还坐了一段摆渡车才到山顶。开摆渡车的2个人讲的还是法语，真是一个奇葩的下午啊！没想到上到山顶还有这么大地方，终于明白为什么叫天空大草地了。这儿还有个 Fire Tower， 好像是因为这里地势高，所以以前在这里观察山火。但是每年冬天，这个 Fire Tower 旗杆以外的部分都会被大雪埋掉。据说这个 Fire Tower 一直用到1987年才被卫星替代。晚上我们就住在了附近的一个度假村。第9天我们就开始向着西海岸前进。这段路真的有下山的感觉啊！路上的风景很美，有很多各具特色的小镇。由于路途遥远，我们沿途几乎未做停留。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了位于温哥华近郊的 Fort Langley 国家历史遗迹。这并非一座军事意义上的要塞，而是当年哈森贝公司在西海岸的主要毛皮交易站，还见证了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颇有些岁月感。我们刚进去没多久就关门了，当晚我们就住在了附近的一个汽车旅馆。第10天我们起来的比较晚，起来后我们就直接去了位于三角洲的茨瓦省轮渡。我们在这里乘坐 BC Ferries 前往温哥华岛，由于我们没有预约，所以等了挺长时间。轮渡离开了港湾，向海中驶去，船还要开1个多小时，我们就来到餐厅吃饭。BC Ferries 的餐厅很不错，价格也不贵。在吃饭的时候，我们遇到一对美国的老夫妇，他们从 Portland 过来玩的，我们聊得很投缘。最后老先生来了一句 Welcome to， 结果说到一半就语塞。我估计他是想说 Welcome to Canada， 结果仔细想想，可能我们才是主人，而他们是客人。最后大家都笑了。轮渡带我们来到了温哥华岛，因为好像营地比较紧张，所以我们决定先去营地。这个营地在三链溪海湾的另一侧，这还是挺远的一段路。路上有一个叫 Manhattan Summit 的制高点，2021年还新盖了一个 Skywalk， 挺不错的。这个 Skywalk 是个螺旋形的，登上顶端可以俯瞰整个海湾。这儿还有一个很刺激的项目，是一个螺旋滑梯，可以从顶上直接滑下来。这个项目老少皆宜，玩的人很多，尖叫声不绝于耳。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位于板伯顿省公园的营地，这儿的气温挺高的，是我在加拿大露营唯一一次晚上觉得还有点热的营地。第11天起来，我们就南下前往维多利亚。这个时候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路上居然发生了交通事故。一个协管的黑哥告诉我，你们至少要等4个小时才有可能过去，而且不确定。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温哥华岛南北只有这么一条路，当时就晕了。虽然非常不情愿，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放弃去维多利亚这段行程了。但是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又搬到了维多利亚居住，所以维多利亚的情况也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维多利亚的景点其实非常的集中，主要就在那个 downtown 这一块，这里有 BC 省的议会。维多利亚内港，维多利亚的地标 Fairmont Empress 酒店，这个也经常被用作加拿大的地标。Royal BC Museum， Beacon Hill Park， 还有唐人街，这些有名的景点相互之间的距离，步行都不会超过10分钟了。远一点有 Hackney Castle、Fitzhugh Lake， 还有那个 Beaver Lake， 都非常不错。维多利亚的另一大特色是动物比较多，要看鹿的话根本不用去山里，直接在家里看就可以了，因为鹿会经常跑到前院或后院来吃草，有时候还会发生鹿等着上公交车的事儿啊。关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岛，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在下方留言啊，我只要知道的一定尽可能详细的告诉大家。稍微扯远了一点啊，我们回到路上，话说这条路还真的很坑。就在不久前我从温哥华返回维多利亚的时候，由于错过了轮渡，我决定借道南洋运河返回维多利亚，结果到了才发现这条路又封了。这次是因为洪水，本来还有一条Mel Bay的轮渡可以绕过这一段路，结果当天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轮渡也停了，所以没有办法，我只能在拿来运河住了一晚上，等他们把这个路修好。大家来温哥华岛玩，最好对这个情况有所了解啊。既然去不了维多利亚，我们临时改变计划，决定去岛的西边的一个叫 Pacific Rim 的景点玩玩。这个 Pacific Rim 在太平洋一侧，当时导航给出的时间是4个小时，但是我又觉得这个导航是不是出问题了？只有200多公里，怎么会开4个多小时呢？结果开出去一段才发现路已经变成石子路，又勉强的开了一段，发现前面还在修路。因为我们当时这个车是租的，也怕弄坏什么的，所以也只好放弃了这段行程。后来也是搬过来才知道，这个 Pacific Rim 这个地方，大家一般是开船去啊。温哥华岛有很多人都有船，如果从路上去岛的西侧的话，有个叫 Tofelo 的景点非常不错，而不是这个 Pacific Rim。当然温哥华岛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像 Parksville、Campbell River 还有 Cowichan Lake 都是非常好的景点。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详细介绍。计划又落空了，我们决定离开温哥华岛，回到岸上。我们来到了 Nanaimo 的轮渡所在地 Departure Bay， 这里也是一个海滨公园，风景不错，同时还是一个暗钓三文鱼的钓点。去年就有人在等轮渡的时候钓起来一条 Chinook， 也就是那个国王三文鱼。当然暗钓三文鱼的技巧性非常强啊，也不是谁都能钓上来啊。船离开了温哥华岛，向温哥华北面的 Horseshoe Bay 驶去。顺便提一句，温哥华和温哥华岛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到的时候天色还不算太晚，我们就去了 Grouse Mountain， 汉语就是松鸡山。这儿也有缆车，虽然赶不上 Banff 国家公园的，但也不错。据说天气好的时候，在山顶可以看到温哥华的全景。这儿有一头棕熊，其实这次旅行一直都在想，会不会看到 Grizzly Bear， 总算是看到了啊，虽然不是野生的。我们去的时候还有 Lumberjack Show， 挺有意思的。Oh, he's juggling. Give him a hand, you guys. 离开松鸡山，我们就来到了 Capilano 吊桥公园。这儿有一座长长的吊桥，还有很多架在树上的步道，小朋友们应该很喜欢啊。第12天，我们继续在温哥华玩。我们首先来到了 Stanley Park， 这有一个 Prospect Point， 好像是太平洋上早期的蒸汽船 Beaver 号沉没的地点。附近还有座大桥。我们沿着海边来到了温哥华的市中心，这儿停靠着巨大的邮轮。中午我们到 Kislado 公园小憩了一会儿，下午我们参观了 Queen Elizabeth 公园，这儿的花园很美，有一棵橡树好像是伊丽莎白女王在1951年的时候种的，当时她还是公主，现在已经好大一棵树了。晚上我们到唐人街看电影，演的是侏罗纪公园，这次旅行真的跟恐龙有缘啊。第13天我们踏上归途，我们决定走一条靠近美国边境的路，这条路上的风景跟我们来时的路上完全不一样，地理位置也更为偏僻，途中我们还走错了路，所以不得不在黄昏里开了很久的山路。晚上我们住进了深山里的一个小的汽车旅馆，怎么感觉好像在讲恐怖片呢？其实旅馆的主人是一对英裔的老夫妇，老太太的原体字写得很漂亮，就是有点看不懂啊。第14天我们继续向卡尔加里进发，终于在下午到达了卡尔加里。还了车我们就住进了宾馆，从宾馆的窗户看出去还有不明飞行物，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 UFO？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那么下一期呢，我们准备把目光转移到大洋洲，给大家介绍一下位于大洋洲北部北马里亚纳群岛上美丽的塞班岛。